能独自力战南柯双翼，也是年轻一代修行者中的佼佼者了。也许是哪个门派受宠的核心弟子吧。可惜我也自身难保，要怎么带你出去呢？竟能以如此稀薄的真元数量，通过修行进入通幽，应该是个极为勤勉之人。只是你运气太差了，我现在身受重伤，无法施展圣光术为你医治。我去四下看看，马上就回。希望没有魔族在附近。密星盘竟然也失效了。我可找到你了，他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？果然是个冷酷虚伪的女人。有人在的时候，他就救你；现在没人看见了，他就把你丢下。陈长生，你这个白痴！哼，人类女子果然爱算计，谁会为你冒险啊？也只有我。记住，你又欠我一条命。我推演不出我们的方位，找不到人类修行者聚集的地方，只能去碰碰运气。这家伙天天吃的什么？看着不胖，怎么这么沉？室友，飞迪，请教前辈尊姓大名？魔族已入周原，我们被魔族偷袭所伤。魔族，难怪会生出这么多的古怪。这个人是你的同伴吗？我不认识他，只是看他被魔族攻击，恰好救下。人类修行者正聚集在3处园林里，麻烦前辈去通知一下别的同道，过来接应我们。一道同行便是。我送你们过去，怎能让你们留在此间冒险？潜入周原的魔族高手实力很强，前辈要照顾我们2人，只怕……哎，如果在周原外，说不定要小心些。这在周原里，我倒想会会你说的那些魔族强者。请问前辈您是？我姓白名海，于洛阳宗修行200余年，极少出宗游历。想来你也不知道，原来是洛阳宗的前辈，晚辈秀林族后人，没有宗派。走吧，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如将这位同道给我。多谢前辈，我伤不重，还可以撑住，所以不用。哼，您没有任何疏漏，完美至极。您也一样。先前隔着100余丈的距离。您完全可以挽弓射我，为何没有？其实您早就看出了我的意图，为什么呢？我自认演得很不错，感觉。可是饶是如此，您也不退走。哦，是为了一个受重伤的修行者？难道这是您的小情人吗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现在还不走，这就是来源于对自己血脉天赋的自负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走了。
洛阳宗在幽火山谷，那里除了炽热恐怖的地火，最多的便是瘴。瘴气与地火相生相克，我倒要看看您的这柄长弓能不能顶得住它。你为何要这样做？进入周原的所有人都是为了利益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你大概是忘了这其中的风险，不怕圣女峰和朝廷的报复吗？这里是周原，外面的人永远不会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何况又有魔族，他们杀您理所当然，谁又能想到我呢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一直都知道我是谁。是的，昨夜我在沐浴下面看到了您展开的火翼，天女大人。你修行已逾200年，难道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贪欲，以至于疯狂？如果是在周原之外，我大概早已跪在您面前。可是，这是在周原里，而且您已经被那位魔族公主重伤，我怎么能错过这个机会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神器，还是别的？我要您的血！你生而拥有的血脉天赋，却是我如何努力也无法追上的。15岁你就修到了通幽上境，而我却用了100多年。好在我绝望的时候，看到了你展开火翼，从沐浴峰顶飞起。血脉天赋，待我稍后把你的血吸干净，那你的血脉天赋就会是我的。我就要改变这种不公。我无法理解你的心情。你说什么？修行破境对我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。我从出生开始，就注定将来会进入神圣领域。住口！正面对抗，此刻的我不是他的对手，或许只有……这便是凤火吗？想若是在你全盛之时，老夫定是敌不过。但是现在你真元枯竭，还带着一个半死不活的拖油瓶，你太小看老夫了！只要你还没死，我都尽可能要让你活着。你败了。哼！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居然能够有与你近在咫尺的一天。这真是我的荣幸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活着，看着自己的血被我吸干净。天凤真血是你想要就能要的吗？真血是天凤真血。看来终究还是失算了。就算这老贼最终会毒发身亡，我身体里的血也会被他吸食干净。对不起，我没能阻止这结局的到来。碍事的家伙！小心！那是哲秀和七间，他们已经深入草原，我看再无生还的可能。少男少女被一众妖兽撕碎，死相也是凄惨。有骊山内鬼相助，破七率不同凡响。其实，我倒并不担心他们俩，而是……您是说徐有容吗？还有陈长生。这2盏命灯移动得非常缓慢，
想来已无力再逃。我担心，如果徐有容和陈长生在逃亡的过程中和这些人类修行者会合，那该怎么办？这些人类修行者一直都隐匿在周围的山野里。人类修行者对于功法极其贪婪。如果徐有容和陈长生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别的人类高手，只怕会死得更早些。何况徐有容还中了我孔雀翎的毒。冰霜虚境，居然是雪山宗隐门的弟子。你以为靠玄霜真气就能挡住我？雪山宗，没想到我神功将成之前，还要多杀一人！哎！哎！哎！血里有毒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？是你救了我。我隐约听到你是南方秀灵族人。你不用谢。那，请问你是？原来他不认识我。相传秀灵族人是海上精灵的后代，都很貌美。他果然……都说那只凤凰美，未必如这位姑娘吧？谢谢你救了我的命。我们两不相欠，你也救了我的。我去洞口看看情况。你还能走吗？可以。很好，那你带着我走，不准丢下我。刚刚你没有丢下我，我自然也不会。我流了很多血，很虚弱，还有刚才那些，我觉得很恶心，所以我可没有。希望他能做个好梦，忘记之前可怕的事。是你，黑龙前辈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许早已丧命了。也谢谢你。虽然我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如果没有你，我大概也……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你带出周原的。但是，要怎么带呢？哎，现在还胡思乱想什么呀？对不住了，姑娘。陈长生已经醒来，不出所料的话，他正背着徐有容逃亡。难以置信，他们居然还有战斗力。但他伤势没有痊愈，脚步显然不是很快。你就是陈长生。你就是南客。主人，无需和他多费口舌，我们去拿下他。哼，闭嘴！不要把他逼进草原，
你把他放下来，我饶你不死。我做不到。一股酸臭味儿，这种时候演什么伉俪情深？你想说什么？小姑娘，你有病啊！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快把我放下，他们在吸你的血。我们前面有一条。大蛇胆七寸，告诉我方向。在我们西南方向2丈远，20尺高处。你跑得好快啊！这片草原里有妖兽，各种各样的比树还高的蛇，长角的怪狼，会吃人的怪牛，名字我都记不得了。小时候爹就跟我说过。我不明白三师兄这样做是为了什么。虽然我不知道梁笑晓为什么要杀你，但比起理由，我更看重结果。他要杀你，他就是你的敌人。据说，从来没有人能活着走出这片草原，是我拖累了你。记得出去之后加钱。好。其实我也是狼，虽然没长角，你不怕吗？你是乖乖了。如果陈长生在就好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医术才叫高明，就算不能解掉我中的毒，也能治好你的伤。药起效了，安心睡一会儿吧。不要！别动，我帮你换药，很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有病啊！你才有病！你们全家都有病！国教学院里的所有人都有病！明明是你刚才要问我，又何必如此动怒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的血脉有问题，如果不尽快治疗，将来你体内的神魂第2次苏醒之后，可能会出现反噬的现象。就算能够保住性命，也可能会变成一个痴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天赋血脉导致的问题，我很有经验。如果你肯让我医治，也许我能找到办法。这个陈长生之所以成为白洛恒的老师，得到白帝的默认，就是因为他解决了白洛恒的经脉问题。
让他成功地掌握了人类道法。那个哲秀也因此赴京都找他求医。如果我真的有些不适，你替我治好，我让你离开。我要带他一起走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等我带着他一起离开周原之后，我一定替你诊治。凭什么相信你？我自然会遵守承诺。你继承了孔雀的神魂和血脉，自身的天赋悟性又极强，他的神魂便在你的身体里苏醒，并不断成长，远远超过了你身体的成熟程度。二者之间无法同步同调，渐生冲突。那又怎么样？神魂居于识海，但你体内的大明王之魂是第二魂，所以居住在这里。在医书上，这里叫做松果。孔雀的神魂苏醒，不断成熟，所以导致你的松果越来越大，而你身体的成长却跟不上。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出，你的眉眼要比正常人，或者说要比魔族更宽一些。简单说，你是斗鸡眼。那个，当然没我说的那么夸张，你只是眉眼宽一些，眼瞳受到神魂的影响，本能力向中间集中，所以看着有些呆呆的。但你的智力肯定没有任何问题。明明个子不高，怎么比想象中要重啊？我要进去。万万不可！为何不可？从周原开启至今，从来没有谁能够走出这片草原。那是别人，不是我。这片草原不曾对任何一个高手网开一面。论起对周原的了解，整个大陆没有谁能够超过我的老师。只要有老师相助，我定能斩杀他，离开草原。军师能够掌握周原正门以外的入口，确实神秘莫测。只不过，徐有容等已经全部被赶进了草原，他们不可能再活着出来。不要忘记，徐有容和陈长生在一起，他们一个是天凤转世，另一个只用1年时间，便从不会修行达到通幽上境。所有人类都把他们的存在视为奇迹。那么谁知道，如果他们携起手来，会不会真的创造什么奇迹？所以我要进去，就算他们真能创造出所谓奇迹，我也会将他亲手抹杀。尤其是陈长生，他必须死。你怎么能不经人同意就把人衣服给脱了呢？
些妖兽又是麻烦。你知道，我刚刚其实什么都看不到。什么意思？你想干什么？虽然你看不到，但人家全身都被你摸光了，难道你还想不承认，还想不负责任？是我说错话了，只是你再这么哭下去，牵动伤口了怎么办？你是骊山掌门的关门弟子，境界这么高，年纪小小就已经通幽中境，剑法这么强，观天书直达第3座碑，怎么看都很了不起。可是偏偏就这么喜欢哭呢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这位姑娘的经脉竟是空荡荡的，几乎没有残留任何真元。她的气血明显流失了太多，脉搏已经滑软无力。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，真的有可能就这样睡下去了。希望能帮你延续一些时间。我现在连抓水蛇的能力都没有，没想到体内这股炙寒气息，却可以做些事情。陌生的姑娘，你救下了我，我也不会丢下你。但愿你能扛过来。不好，怕是有极其恐怖强大的妖兽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先走好不好？等出去了，你再骂我。你这个样子真难看。我知道，你需要靠冬眠来帮我修补伤口。我也知道，我该跟着一起睡，睡到天荒地老。可是我不能放下这位姑娘。好像有点温度了。不知道哲秀他们怎么样了。就要入夜了，该快点找到逃出去的办法。这片草原其实暗藏杀机，到底该怎么做呢？等一下，那日和哲秀从崖顶跳进寒潭，却是从湖面里游出来。之后我为了避开南柯双翼的追杀，向湖底缠去，最后却是跳进了夜空里。位置是相对的，也是相反的。周原这个世界难道不是一个平面，而是两个相对的位面组合在一起？而我是因为追寻着剑意，才能在两个世界的通道里穿梭。这道剑意是在找你吗？还是说，你就是用来寻找这道剑意的？
往哪个方向走？西南方向好像有一大片草甸，地势高些。那声音是从东面传来的，我们必须快些。你是不是很吃惊啊？是。你有什么想法？那你觉得我是男子好还是女子好？啊，女子好。女子在一起本来就是好字。我们已经到了草甸，绕开兽巢，但愿安全了。你醒了。你醒了？那就换班吧。你睡了这么长时间，该我睡会儿了。我们还有走出这片草原的可能吗？南柯在我身体里种下了剧毒，现在真元消耗过去倒不可怕，要紧的是我的血快要流尽了。想来他是想用这蛇血救我。你果真不是一个会抛弃同伴的人。脉搏迟缓，当稳定，并无性命之虞。应是体内那道至纯至阴的寒意加持。大陆果然藏龙卧虎，雪山宗不复当年盛景，但依然不可小觑。我重伤未愈，草原也分辨不清方向，此时飞走万般艰难，何况还要带上他。
为何舍不下你呢？除了僵尸和妖鹫，这片日不落草原里肯定还有更强大的妖兽，但我等不到那个时候，就是现在。凤凰万羽！你醒了？是我醒了。那就交班吧。情感如故，也许便是这般感觉吧。真好。这场战斗里，他到底拉了多少次弓，射了多少次箭？他是怎么撑下来的？他昨夜没有战斗，伤势反而变得更重了。他是……你对这片草原有什么了解？没有人了解这片草原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让我来决定方向，可以吗？你知道该去哪里？我有一个大概的方向。是南克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你的脸白得像雪一样，我如何能不介意？你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脸白得像草上的霜。谢谢。那么，不好意思了。我们究竟要去哪里？去剑池。如果周原里真有剑池，却一直没有被人找到，那么很明显，剑池最有可能在这片没人能走出来的草原里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我不明白，你是如何能确定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很愿意相信你。抓紧我。
太奇怪了，已经走出了数十里，妖兽却始终没有对我们发起攻击。难道他们是在忌惮什么？不知道这条百草铺成的道路通往何处，是否隐藏着危险？我想，如果那个人真的死了的话，这条路有可能通往他的墓地。道元父的往生经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百草为路，直上星海。”这道剑意就在这条百草路的远方。如果剑意标明的是剑池的位置，那就非常符合逻辑。沉睡在剑池里的千万把剑，是那个人的战利品，也是最好的祭品。周原里没有星海，剑池便是星海。看来，要走到这条百草路的尽头，才能知道那是死亡，还是别的什么。雨势太猛，只凭一把伞无法遮蔽。我也想快点找个能躲雨的地方。隔着荒原蔓草的世界，到哪里去找避雨的地方？这是一座寺庙。百草为路，直通星海，千里一寺。不是所有的墓都能称为陵。千年以来，除了大周王朝的前后3任皇帝，只有一个人敢把自己的坟墓称为陵，以此为规制修建。如此说来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出寺庙了。以前定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类修行者或者魔族强者，像我们一样，找到了这条百草路，看到了这座庙，然后继续向那座陵墓进发，最终都死了。我们可以回头吗？不能，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。经过我此前的推演，他的命途依旧灰暗。如果不继续前行，就一定会迷失在这片草原里。但继续前行，会迎来和那些前人一样的结局吗？也许我们就是和前人不一样。可以吃了。如果没有我，你或许早已平安离开周原了吧？如果离开了周原，我们还能见到吗？如果能离开的话，其实现在也挺好。也许这是我一生里最不孤单的时候了。很抱歉，直到现在才问你，请问姑娘怎么称呼？你呢？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还能这般淡然随意相对吗？如果你知道我是谁，会不会像别的少年，变得言行拘谨，眼神火热？可是，我不想你知道我的婚约。雪山宗，徐生。秀灵族，陈初见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好听，声音好听，名字也好听。你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了，那接下来该做些什么？来一局。
我的剑伤已经痊愈了。你体内的伤没有好转，别大意。这么苦，又没什么用。这里很难找到合适的草药，我勉强才能找到这些葛叶根茎。虽然药效一般，味道也不好，但总比不喝好。不喝就打屁股了。今天的汤药有些甜丝丝的。那再来一碗。不了。为何孤独使常人痛苦，却能使闭关的修行者状态一日千里？修行者闭关是主动的，灵台清明，以身合道，又怎会孤独？初见姑娘的修行学识素养之高，在我所见的同龄人中，就只有苟寒石和愚人师兄能一较高低。听姑娘一席话，胜读道藏3000。谬在了。非也，所有的修行者都希望能够遇到一个同伴，一起讨论平时无处讨论的问题。这就像是背后挠不到的某个地方，养了很多年，忽然有人替你挠了挠，如何能不舒服呢？这家伙应该早就困得不行了，却一直在陪我说话。好吧，看在你我都伤重的份上，便容了你。好一对奸夫淫妇！黑袍大人竟拥有这座周园的法器，只是为何大人没有利用这块黑木，命令草原里的妖兽把徐有容和陈长生撕成碎片？我可以用魂木把他们杀死，但想要走进那个人的陵墓，我没有把握。他们可能知道墓地的方向、剑池的位置，我当然不能让他们死。再坚持一下，我们就快到了。小心！我歇一下。以后不要那么逞强了。你觉得我是在逞强？无所谓，逞强这个词，我从小听了无数遍，早已习惯。如果累，就再歇会儿。我不是逞强，只是有些事情放不下。能力越大，
责任越大，我理解。有些事情确实不是想放下就能放下的。可我终究不能每件事都擅长，我只会修行。对于那些复杂至极的事物和长辈们对我殷切的希望，没有信心，而且真切地觉得自己无用与怯懦，甚至会自卑。你那么聪慧，修行天赋又那么惊人，何至于为这些事而自卑呢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而自卑过？没有。没想到你如此自恋，你觉得自己真的这般完美吗？世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哪怕是苟寒氏嘴里那位神龙转世的大师兄，也不能算吧。但不完美，不代表就要自卑了。怎样努力都无法胜过对方，难道不会有羞耻感？为何要羞耻？那岂不是不知羞耻？你有病吧？你想死吗？如果前面还有其他寺庙的话，便能证明那座伟大而神圣的陵墓不远了。教宗大人养盆栽的水平，还不如百草园的花匠，他就应该羞愧了。世间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做不到完美，比别人差些，就要生出羞耻感，这岂不荒唐？至于自卑，那就更不会了。该承担的责任当然要承担，但活着，还是应该为自己而活。那你修道的目标呢？我修的是顺心意，求的是长生，且记得自己最初的想法，那样去生活，才能平静安乐。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能言善道的人。我就是随便瞎说。这片草原果然极为神秘，短短10余里路程，就经历了4季变化。我明白你说的话了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的实力足够强大，就可以带你离开，而不是现在这样。你还好吗？如果我不是这么逞强，或者就不会受伤。我大概很难离开这里了，徐生。
用一整座黑曜石山来做棺木，用一片日不落草原为陵园。这座黑石棺里的主人只会是星空下第一强者周毒夫。他是一个传奇。你见到他的棺椁竟这般淡然。我们没有时间去伏古追昔了。难道你不明白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？这是白帝城的魂书。魂书？任何妖兽都无法抗拒魂书的命令。没想到这件妖族的至宝，竟被周毒夫夺走了。魂书要和魂木配合，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功能。但魂木不在这里。你在找东西？这里有什么是你一定要得到的吗？这是第9件石室了。这是什么？流火丹，火性极强，生血有神效，尤其是对你来说。原来你是在给我找药。你先休息，我去四周查看一下。剑意在这陵墓前消失了，难道意味着剑池就在这座陵墓附近？剑池不会主动消失，可能是藏起来了，被这座陵墓。你在喊我？先前醒来的时候，他不在身边，竟真的有些心慌。啊，药力正在散开，毒素就算清不干净，也应该……你知道自己的笑容很假吗？那药没用，对吧？时间太久了，丹药完全变成了废渣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也要试一试。不要动。金针推血可以激发人类的生命力与血脉，但他的血脉已经完全枯竭了。抱歉，我这个病人太不争气。你的精血已竭，除了补血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前些天我试过用蛇血，但你的血脉有些特殊，妖兽的血对你没有意义。看来我会死了。不，你不会死，你不会死的。我的死不需要你承担任何责任。你不会死，我不想你死。你要输血给我，这没有用，我的血脉……这是什么香气？这是什么血？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啊！
吧。他的血脉已经枯竭，我需要小心谨慎才行。如果让世人发现你血的异样，你会死。不能流血，不能让自己的血被人闻到，切记。如果从千里之外的第一座出寺庙数起，这座庙应该是第9座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距离周督夫的陵墓只有200里了。没想到我这一生居然还有亲眼看见周陵的那一天。妖兽们似乎有些躁动。连他都疯了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啊？你自己感觉一下。血脉真的不像之前那般枯竭了，我身体里流淌着你的血，为什么却像自己的血一样，没有分别？别多想，其实只是……啊！妖兽潮，我们必须离开。妖兽潮可能受了魔族指挥，正向着陵墓来。应该是魂木。它既然可以御食妖兽，那么完全可以让妖兽带路，何必还要跟踪我们呢？南柯禁止那些妖兽攻击我们，是想通过跟踪我们找到周督夫的陵墓。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禽鸟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大鹏鸟吗？我不想死在别人的坟墓里。早知如此，先前何必做那些事，浪费了。能多活1刻都是好的，不要说1天，哪怕是1个时辰，都是好的。谢谢你的血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的血有问题。闻到我血味道的人或者别的生灵，都想把我吃掉。没有谁能抗拒这种诱惑。我没有这种想法。是我师兄说的，我相信他。你有师兄？我还有师父、朋友。你这么闷的人也有朋友？你这么清冷孤傲的姑娘都能有朋友，我为什么不能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朋友？那我算不算？
受潮什么时候会到周陵？应该末世左右。如此说来，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天了。是最后一个白天。师兄说过，如果努力到最后，发现还是无法改变命运，那么只好享受命运带给你的一切了。说起来，我也有位师兄。你说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但他，是我平生见过最接近完美的人，而且对我很好。所以，你喜欢他？那他喜欢你？嗯。既然是完美的，又喜欢你，为何不接受呢？师兄什么都好，可就是没有办法动心。其实，我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有婚约在身。其实，我有件事没告诉你。什么事？我有婚约在身。但我不想娶她，我会退婚。这些与我何干？奇怪，我怎么会拿陈长生和徐生比？徐生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呢？你为什么不想娶她？我的未婚妻非常出名，她很骄傲，倒不是说她趾高气扬、爱发号施令，而是她习惯了故作清高，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处理所有事情，包括对我。你的意思是，她瞧不起你？徐生天赋如此出众，学识如此广博，性情如此诚恳，他瞧不起他，那是多么愚蠢，眼光又是多么糟糕。但后来，因为某种原因，他同意了这份婚约。其实我很清楚他的想法，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。兴许是徐生后来进了雪山宗影门，开始展露才华，看着前途无量，他的未婚妻才会改变主意。这种女子，不要也罢，退婚是最好的选择。是的，尤其是现在，我更觉得退婚是对的。其实，我也有婚约在身。啊？是吗？可是我不想嫁给他，而且肯定不会嫁给他。你傻笑什么？你那位未婚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小的时候，我和他就认识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，他是个很讨人厌的小孩。小男孩都很让人讨厌的。谁在说我坏话呀？反正因为某件事，我决定不再理他。没想到，几年后他又缠了过来。这门婚事是长辈指婚，所以很难简单的退婚。既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，难道你的未婚夫就没有变得好些？没有，那家伙的性情一点都没改变，甚至变得更加恶劣。不得不承认，那家伙确实有优秀的地方，但他又有很多让人根本无法接受的缺点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理世事，善良老实，实际上心机深刻，长袖善舞。行事虚伪，确实不好。何止如此，此人还趋炎附势，也不知用什么手段，居然讨好了一位贵人。此中细节，我不便多说什么。这种男人，确实要不得。最可恨的是，他喜欢拈花惹草，而且他找的都是些不懂事的小姑娘。哼，
真是个无耻败类！这寿朝越来越近了，在我生命最后的时刻遇见他，很悲伤，却也很幸运。我必须告诉他我是谁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瞒你。其实我……他要向我表白，该怎么办？我知道，那个愿意相伴度过今后岁月的人已经出现了。你怎么了？是魂叔，好像感知到了外界的什么，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。魂叔是要去哪儿？留在这里并无出路，不如……肯定有别的人类修行者进来了，那道阴影说不定是魔族的阴谋。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不要。不管是不是阴谋，都与我们无关。目前最重要的是你的伤很重，再不想办法，很快就会死。我闻到了味道，这附近应该有几株醉酸枝。那是什么？一种野草，妖兽或战马误食之后会昏迷不醒。你准备给谁吃？当然是你。魂兮归来，你听到了吗？魂兮归来，应该是某种阵法的残留气息。魂叔究竟感知到了什么？与寿朝有关？我一直怀疑魂木在南柯手里，现在看来是真的。而且他带着寿朝，离这座陵墓越来越近了。魂叔在里面，却能感知到外界的气息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定是气魂不二的缘故。只是，为什么魂叔没有追随魂木而去，反而回到了这座石棺前？魂木可能是钥匙，这座石棺的钥匙。周独夫在死之前，都没找到有资格继承自己传承的后辈，于是他让钥匙流落到周员外，就是想请时间替他选择传人。难道说那把刀？还有一种可能，这座石棺里藏着他的秘密。周独夫究竟有没有死？这本身就是千年以来最重要的秘密。难道石棺将要开启了？还有多久？现在。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如果周独夫真的没死，那么周园里的所有人都会死，甚至整个大陆都会迎来一场血雨腥风。我想上去看看。怎么感觉俗气得很？他极有可能还活着。这就是周园真正的秘密。如果
你能活着离开周原，记得一定要把这个发现告诉所有人，这对找出黑袍的真实身份有很大帮助，对人类抵抗魔族的战争，甚至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没见到遗骸，不代表他还活着。可别忘了，他的刀也不在。刚才的要求，请务必答应。你一定要活着出去，哪怕我……不，就算把你留在这儿，我一个人也没法突破兽潮，离开周原。我不愿独活，我们应该在一起。这些不能留给他们。看，是功法秘籍。这刀法和那把刀的名字一样，两段。两段刀诀，原来传闻是真的。文字看似浅显易懂，但讲述的道理却极深奥，真是一篇别出心裁的大好文章。接近周灵，然后让魂木与灵木间建立起联系。老师，我现在明白您的用意了。如果不是陈长生和徐有容在前方带路，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周灵。自从周原现世，无数人都试图找到周灵，却没有一人成功。他们俩不愧是人类世界的未来。军师大人深谋远虑，耗费如此多资源与心力，要在周原里杀死这些年轻的人类，果然极有道理。周督府的传承，师门遗落的世界，我要重新拿回来。没想到，这看似简单的第一刀，竟已让我们消磨了无数心神。不如先全部背下来，争取时间。分头背。原来最终和最初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一刀才能两断，理应如此。这些图案与文字正在消失。好在都记住了。出去之后，我们把那些刀法抄录下来，便是完整的。我们一起练。总之，我们要尽可能活下去。如果有命运的话，给出的条件已经非常清楚。无论是两段刀诀，还是想要记住的这些美好，要两个人都活着，才有意义。愿圣光与你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看吧，你女儿的性命只属于这一线灯火之上，她逃不了的，心里。你心神损耗太大，明显伤势渐重，需要好好睡一觉，才能多撑一段时间。
那种草你吃过吗？我当然没吃过。那你让我吃？放心，没有毒，能帮助你护住真元。吃了那种草会睡多久？我没见人吃过，但至少可以让你再多撑10天。有可能要睡100天、1000天了。我不要吃。你们人类说话都喜欢这么浮夸吗？反正我不要吃。吃下这个是为了你好，必须听我的。除了他，还有更多的人会死在周原。要做成一件事，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。如果不吃，就打屁股。不吃，就是不吃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连打屁股都不怕了。喂，你想什么呢？不要怕，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背你出去。可谁来给你指路呢？那片阴影往哪儿，我们便反其道而行。也许我要过很久很久才会醒来，谁给他指路呢？醒来的时候会不会看不到他？如果走不出这片草原，难道我就要在昏睡中死去？不要，就算去死，最好也要清醒着，这样才能确认还是和他在一起。对不起，但我必须保证你活下去。苏黎再强，终究是人，不是神，终究不是周督府。这一次，我根本没有给他活着的机会。周原之局已有变数，看来最宝贵的事物就要重见天日。你的法器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一直挡着，不如收了。但可以给我们争取一些时间。我们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时间。有理。现在看来，你我只能凭天命了。我不相信命运可以改变所有事。小心，他们就是南柯的双翼。为人爪牙，不免可悲。你这是同情我们，真是个会疼人的孩子。这威力，徐有容竟然还活着，不过明显已经虚弱不堪，早晚得死。倒是这个陈长生，不但伤势自愈，剑艺和战斗力皆有提升，真是可恶！我不想让这座神圣的陵墓被这些妖兽弄得一塌糊涂，不然你们现在就得死！
或是出剑的速度，我都没法强攻。但只是防守的话，这浑厚的真元数量和力量，我一时也抵不过。短时间内想让剑变强，只能靠剑意。这道剑意一直在等待着我，我为他穿过草原来到这座陵墓。此时此刻，我最需要的就是他。这道剑意竟然控制了我的短剑。我似乎可以战胜你了。这不是你的剑意，它从何而来？你应该猜到了。剑石。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剑意，究竟是哪位绝世强者，竟把剑道修行到了这个地步？这道剑意，竟让我感受到对自由的渴望与欢喜。这道剑意，好像认识我。那么，我们一起离开吧。别做梦了！以你现在的境界，根本无法领悟这种剑意，凭什么能战胜我？还奢望靠这道剑意离开周原？哪怕这道剑意我比不上，仅靠剑势和力量，我就能压倒你。用伞！收伞。看来，这真是传说中那把黄纸伞。刚才那道剑意进入了黄纸伞之后，竟有这般威力。你虽叫苏黎，但今天你无法离去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种人，装给谁看？自然是给你这样被我算死的人看。你真以为一切都可以计算？为何不能？世间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雪落的久了，越积越厚，或许某一刻便会雪崩。你如何计算？剑道不是雪，修道不是落雪。你是剑道不世出的天才，但你无法让剑道达成大圆满。不因为别的，是因为你缺少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没有一把配得上你的剑，你的剑道就永远无法完整。手艺不精，没打好。无妨，对于我没有区别。
把剑，这世间所有的剑，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区别。我确实差一把剑，也一直在寻找那把剑。剑意强大又如何？你不懂剑法，只凭剑意，能撑多久？如果有一把够重的剑，这就是山海剑。如果要列出世间10把最出名的剑，都必然在其中的山海剑。这不可能！山海剑怎么可能为你现世？你又怎么会懂山海剑的剑法？我读的书比较多。难道还会有剑来帮你吗？就算有，难道你还会所有的剑法？我不信！南柯的战斗意识与决断都极为可怕。山海剑威力无双，霸道如山海，但失之灵便。要是有那把剑，或许……这难道是南西斋的斋剑？这太不可思议了！他们明明藏身周原，却为什么为我献身呢？剑齿要现世了吗？留你不得！
神剑，还有魔帅的奇剑，怎么可能？这些剑为什么会听命于你？你们这些剑，当年不过是周毒夫2段刀前的败将，难道今天要造反吗？陈长生，你以为凭这几把老态龙钟的破剑就能活下去？就是这套剑意，它是剑池里唯一自由的灵魂，代表着那些无法离开剑池的剑。它像一位故人归来，唤醒了剑池里沉睡的所有绝世名剑。我明白你们的骄傲，明白你们被困于周原的不甘。既然你们宁可剑蛇一羽，也要奋起最后的剑意再次一搏，那就请出来与我相见。我会带你们离开这片荒废的旧园，回归故里。或许你们会沉眠，但绝对不会是在这片异乡的荒原里。陈长生，你以为靠这些生锈的剑就能保你不死吗？别天真了！原来这片草原就是剑池，不，这哪里是池？这明明就是一片海。一群败剑，何足言勇？数百年前你们败在了周毒夫的手上，今天一样会败在我手里。道山辽和剑兽，还有这声音应该是土孙。这么多高阶妖兽，这些妖兽不见得全都听你的。能打败你就行。不好！黄之伞又主动迎战，这感觉很熟悉。离山剑法，这剑池里的万剑好像一支军队，只是缺少统领。要打赢这场仗，或许这剑意便是答案。梦中与你共同走过漫草荒径，有从未见过的绝美风景，仿佛是我握不住的晨曦，照亮了天地。为何要在目光相视那刻不经意怦然动心？笑着红尘茫茫，多少欢只一笑，竟要柔肠百
我不知道自己能把神识分成多少，能同时控制多少剑，但总得试一试。诸位，如果愿意，请暂时将自己交付于我。需要更多帮助。金乌龟离身，繁花似锦。渔歌三唱，闪鬼分眼，星钩横照，路华灵舞，拂柳望归，山道18弯，落剑。这怎么可能？同时控制万剑，需要万道神识，即便周毒夫在世，也无法做到。来吧，周毒夫的坐骑，我这就把神魂分给你。决一死战吧，陈长生！龙吟剑，当年陈玄霸的佩剑，少年皇祖，绝世战神，真龙血脉。当年的你，不会把这大绑放在眼里，两段刀留下的裂痕，还能残而未断。但此刻，终于还是断了。剑意已去，但战意犹存。感谢你的传承，唯有击败大鹏，我才有资格回应你的这份骄傲。我们再来，燃烧吧！
的血来唤醒剑魂吧！要尝我的血，你们就来吧！醒来！去吧！玉人师兄赠我的这把短剑，遇上龙吟剑的剑意，终于醒了。万剑成龙，你以为真的是龙了吗？怎么会有黄金和玄霜两种巨龙的气息？这是真龙！去！老朽无能，南柯大人，保重。20分，24魔将应战。违反规则，破镜回生，保护大人，死得值了。只是不能陪你看家乡的落日了。能在一起就好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离开周原？你还是会死在这片草原里，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难道你没有想过，为何周原里会有剑池？周原草原里有道神秘的力量与剑池相互制约，所以进入周原后，不要试图寻找剑池。啊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让剑池泄誓了，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努力了这么久，甚至燃烧生命去拼一条活路，结果到最后居然还是会死。你现在是不是很绝望？就算我们都会死在这里，总比我们死了，你们却活着的要好。
剑尺是用来制约这些神明石柱的力量，现在平衡被打破，看来周瑜要崩溃了。传言竟是真的，周员内果然有。学生，小心！怎么能让这些停下来？这石柱是阵法，似乎少了什么。出了什么事？好像剑池仙逝了。领头的那把剑很不同，像是一把短剑。那是陈长生的剑。陈长生，我们难道不去帮忙？如果他能解决那个问题，就不需要我们帮忙；如果他解决不了，只能争取些时间。那么我们转头回去，就是浪费了他给我们的机会。真不懂你。如果是我在那里与魔族战斗，陈长生背着徐有容在这里，相信他也不会回头。怎么回事？好像天要塌了。这个给你，小心，拿一下手。是千妖13丝。快跑啊！就在刚刚，周园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是指崩塌的征兆？有可能。还要多久周园的门才能重新打开？清晨之前吧。太慢。要重新打开周园大门，最重要的依然是这道彩虹。要是在骊山呢？哼，周园要毁了，妄想救陈长生，痴人说梦。我们能做的事情已经全部做完了。陈长生，你可不能死啊！啊！师兄，情况如何？周园里有大事发生。依然有崩溃的征兆。什么？周园要崩溃？这怎么可能？大师兄现在怎么样了？为了尽快重开周园之门，你们大师兄几乎燃尽了体内的真龙之血。师父，弟子还想再试一试。你若再试，便可能废掉一身修为，死在这道彩虹之下。师妹还在周园里。不知周园里面的人还能不能撑到清晨？看来周园撑不住了。会不会没事吧？不会有事的，庄公子。只是还有点事没做完。你是说齐剑，还是那头狼？先活着出去，再说别的。哼，你们不让我好过，便不要怪我心狠。
开了！师傅，出来就好。根据出远的修行者描述，周原马上就要毁灭了。徐姑娘给我们带了个消息。哦，她说了什么？她说，有个少年正用一把伞撑住周原的天空。徐生，你在哪儿？你逃出中原了吗？我查过了，雪山宗今年没有来人。还有多少人没出来？有几十个。国教学院的陈长生也没出来。徐生还在里面，他一定活着。或许徐生不是他的真名，在名册上查不到。怎么了？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不好，周原的崩塌会侵袭现实世界。马上关闭大门！再等一等。周原消失了。走吧。你真的叫徐生吗？你真的是雪山宗的弟子吗？你还不知道我叫徐有容吧？会有人知道我们曾经一起在周原里并肩战斗吗？你的亲人师长会为你悲伤，可我连悲伤的资格都没有。他伤势如何？到底何时才能苏醒？所有伤者里，期间的伤势最重。这一剑直接刺穿了他的小腹，震断了数道经脉，很难说什么时候才能苏醒。这剑伤，施剑的人怎么像是骊山的？来人呐！慌慌张张的干什么？师兄，梁师兄快不行了！小心！好，师傅，你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梁师兄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师兄不会有事的，他可是去年大潮师的首榜首名。是谁伤了他？哎呀，师兄快要散功了！好，说。且冷静些。师说，与庄公子无关，是谁把你伤成这样？就是他，傅哲秀，是魔族的奸细，在周原里他偷袭了我们，梁师兄为了救我，才被他所趁。原来如此。哎，诸位冷静，我看这致命的应该是剑伤。这剑伤你如何解释？哲秀从不用剑，他屡立军功，在雪原上不知杀了多少魔族。你居然说他与魔族勾结，在周原里杀人，如何令人信服啊？或者前些年他都是在隐藏，就是想通过那些战功博取我们人类的信任。勾结魔族这种指责，怎能用“或者”二字？不要说。勾结魔族、残害同门的罪名，苏林，
你女儿又怎样保全？我从来没见过这般冷酷的人，对自己都如此冷酷，如此之狠，更何况对别人？抱歉，我什么都不能说。哲秀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梁笑笑是魔族的奸细，但我没杀他。我可以告诉你们真相。整件事就是这样。你方才说的在湖畔发生之事，可有证人？我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，等期间醒了，你们自然就知道到底是谁撒了谎。期间伤得太重，不知何时能醒，甚至不会的。庄焕宇，按照哲秀的说法，当时你并不在场。你刚刚说，当时陈长生也在场，是，他可以作证。陈长生没能出周原，应该已经死了。哼，我看你是明知这一点，所以故意这么说。什么？原来陈长生没能离开周原，那就好，大家安全了。难道哲秀与魔族勾结一事，居然还有陈长生的参与？可不是嘛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看你做的好事！既然投靠魔族，谁都可以杀。如果是我杀的，我不会隐瞒。但他不是我杀的。梁世之已死，你居然向一个逝者的身上泼脏水，未免太过无耻。跟我们回骊山接受审问吧。慢着，看你们的意思，杀死梁笑笑的除了哲秀，难不成还有期间，甚至还有陈长生？这是骊山的事，涉及骊山清誉，请先生不要过问。清誉？期间世之与哲秀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们暂时不知道，但绝对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质问，因为他的身份很特殊。他是何身份？他是女儿身。这并不足够。骊山声誉固然重要，但也重不过真相与生死。她是师叔的女儿。那原来是苏黎的女儿，难怪会被骊山掌门收为关门弟子。就连秋山君和苟寒师都要把她捧在手掌心里。把人留下。这是我们骊山内部，你们骊山内部的破事，我才懒得管。哲秀，你们凭什么带走？陈长生如果还活着，你们也要当着我的面把他带回骊山去吗？有这个道理吗？大人，如果陈长生真的涉及此事，说不定也要仔细审一审。陈长生是国教学院的院长，除了教宗大人，你们谁有资格审他？你们骊山的清誉重要，难道我国教的声誉就不重要？这个狼族少年试涉国教声誉，我要把他带回京都，谁有意见？死的可是我骊山弟子，难道因此这件事就不是错漏百出、乱七八糟？而且我现在心情很不好，因为陈长生死了。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重要？没事了，13司会给你治伤。不好，这是……周通，嘘，小声点儿。这怎么会？有何大事？烦劳周大人亲自出马。魔族奸细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这个人我要带走。
命！哼，都不用我出手，陈长生就背了个勾结魔族的罪名，让这狼崽子招个供，你整个国教学院还不是束手就擒？陈长生。这是哪里？有把剑。就是他。师父，我终于重新握住了这把剑。你们都说我差一把剑，是的，我确实差一把剑。现在我有了，是不是该轮到你们害怕了？前辈，这明明是一把伞，就算有一道剑意在里面。笨蛋！没别的动作，那道剑意却已经亲临至数10丈之外，厉害！那把剑来了，怎么可能？原来一切变数皆在于他。这才是黄纸伞的真身。原来，那把剑一直藏在黄纸伞中。遮天明剑，就算天在眼前，想不见我就不见。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英雄人物，能够看到这样一把绝世名剑重现锋芒，生死何足道哉？手握剑柄，便有数名魔将倒下，半截剑身，黑袍身受重伤。现在他的剑已经完全出鞘，这第3剑将是……这把剑见到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你，魔君。来战！来战！握住伞。前辈，钳你个头的背啊！给我抓紧了，不然半道掉了，我可不会停下来钳你。
看剑！当一个真正的强者忽然不要脸起来，确实很麻烦。小子，记着，碰到比你强的对手，要么跪，要么跑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请教前辈大名。我是骊山师叔祖苏黎。前辈，您没事吧？我是不世出的剑道天才，一身境界修为早已出神入化。像我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有事呢？啊！是魔君的意志留下的伤势和杀意，大部分的杀意，前辈让天帝代他承受了，但伤势却还留在体内。你是谁？我……你是谁并不重要，你已经完成了任务，把剑物归原主。这样吧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决定传授你一套剑法。你不用感激涕零，也不用自报宗派山门，试图和我搭上什么关系，图谋更多的好处。你要珍惜我给你的机会。国教学院陈长生。我能看穿黑袍的功法，难道还看不出来你就是陈长生？故意报出身份。是想让我因此不能授你剑法，从而欠你人情。将来你和吴家秋山因为有容那丫头闹僵起来，就用这份人情让我不便发话，不出手。你这少年很早熟，很阴险呢。切，扮这副傲骨铮铮的模样给谁看呢？怕了？你的铮铮傲骨呢？你这小混蛋要做什么？前辈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我在给您治伤，能不能安静些？我演的不好吗？按末将判断，那二人往南方的荒原去了，我们即刻就去追捕。慢着，苏黎那一剑有古怪。如果想让我离开，可以直说。前辈何必演这出戏，故意激怒我？前辈身受重伤，我就算生气，也不会丢下不管。况且前辈演的又不好。
前辈是要回骊山吧？有我呢，可以把您送。年纪轻轻，怎么这么啰嗦？排好队。我们来自。哎，客官，你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东西啊，客官，吃饭。来看看。好嘞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禀报大人，在雪岭西南处的温泉发现苏黎行踪。好，即刻把消息传出去。你看看你，笨手笨脚的，交代你这么多事儿，没一件办成，找打呀你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，别跑！不敢了。这周遭似乎有些异样。教训你！你站住，别跑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老板，我不敢了，老板你别！还敢躲啊？你的运气不错啊！啊，刚好学校来一个比你强，但不至于强太多的对手，这就出现了一个。所以，这人也是冲着前辈您来的？不知道，不认识，也没必要认识。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谁？无妨，过了今天，或许会有更多人知道我梁红庄这个名字。是梁王孙的梁吗？梁红庄的梁。哎呦，他是真的要杀我，所以你得杀了他。找到破绽了吗？那就蒙吧。不存在完美的心语，可我根本看不出他的漏洞。好快的一剑，居然破了梁红庄的星语。竟能越境战我，你到底是谁？国教学院，陈长生。你用的到底是什么剑？哦，竟然蒙对了。蒙对了。当时估计有多少把握？1成不到吧。你为什么会和这个魔头一路？为什么要帮他？他杀过多少人？他的剑被血洗过多少次才会如此锋利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南人，你是周人。他杀过那么多周人，你有什么道理帮他？苏前辈他救了我。万里雪原和薛和的刀之后，你已经不再欠我什么。前辈，账不能这么算。对于您来说，只是救了我一命；对我来说，这一条命就是我的全部。说得振振有词。那我要报杀父之仇，是不是也很有道理？明白了。呀！还请阁下手下留情。如此，我只能先杀你了。你刚才那一剑
非是仗着速度快，若我也变快，快到你看不清，你又如何破？动作这么快，我没有办法跟上他的速度。太快了，这小子就算悟性再高，境界的差距始终还是存在。这场战斗，难道……不，我有2件事可以比梁红妆更快：思考的速度，还有野史步。你刺中了我7剑。我从未见过如此平淡无奇的月镜杀。这不是天才，但比天才更强大。这片大陆上，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吗？原来根本没有天理。我们梁家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10几年前，你要灭我梁家满门，你这样十恶不赦的人，眼看要死了，偏偏要冒出一个他。你梁家历代祖宗当皇帝的时候，在南方杀了多少人，又灭了多少门？至于灭你梁家满门，如果我真想那么做，你和梁王孙如何还能活到今天？不赶紧走，还傻站着做什么？哦，抱歉。你以为你们真的能回到南边吗？继续跟着他，你也一定会死。方才一战，你已经耗尽神识，最好昏睡过去，否则会疯。前辈，路边那棵草是白日醉。前辈，我有句话想说。说。以后还是少杀些人吧。这次真是欠你一条命了。审问的结果如何？他只字未说，自然也就没有结果。我会再审他1个月，如果到那时他还不承认在周原和陈长生同魔族勾结，那么我就承认他说的是实话。1个月？没有人能在周域里撑这么长时间。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哲秀开口？因为没有人会相信陈长生和魔族勾结，除非哲秀承认他们做过些什么。你要屈打成招，诬陷陈长生。诬陷？那你告诉我，祭道人和黑袍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陈长生是怎么离开周原的？我猜，只有魔族知道另外一扇门在哪儿吧？你怎么敢妄言陈长生是清白的呢？但你别忘了，
教宗大人会信任的。教宗大人可不能滥用大家对他的信任，否则只怕自身难保。我其实一直想知道，你对陈长生……你想死吗？再往南走就到天良郡了，那里会更加凶险。上次战斗之后，你应该很清楚自己现在的弱点在何处。你的真元输出太糟糕，就像拿绣花针的小孩子，就算再快，在对手身上扎了3600个窟窿，也没办法把对方扎死。所以前些天我想了一种剑法，能帮助你增强剑士真元，完成月镜杀。学与不学，全在你。前辈，这些天就专门为我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剑法。您表面虽然看起来……谁专门为你了？传你剑法是指望你护我回骊山。那我还是要学。前辈放心，您这人情我一定记在心里。谁要你记？哎呀，你真是一点都不讨人喜欢，比吴家秋山差远了。那前辈新招数可有名字？燃剑，只有一招，需要你付出更多东西。燃剑？我饿了，先吃饭。是。前辈，我准备好了。剑师来自聊天剑，剑招用的是金乌剑的秘法，但最关键的是真元燃烧的那一瞬。我需要你与骊山剑法最后一式的气势完全同调。最后一式？不错，这是燃剑最大的难点。聊天剑增剑势，剑招增光辉，真元爆燃则虚，不要命的气魄。明白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出剑的时候要抱着必死的决心。你真的明白了吗？前辈，我用过那一剑。哎，你这小家伙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惜命啊！记住，不要因为命太好就放肆。前辈，您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人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到底是哪种人。这一剑，要求你用最暴烈的方法燃烧真元。如果你不能有必死的决心，根本无法完成最后那一步。我的心灰要狂暴的、决然的、焚身以火的燃烧。恭喜，杀死这个人，我相信你不会有太多心理负担。终于等到你受伤了，这笔赏金今天就落在我们兄弟手里了。上！哈哈哈哈哈！凭什么能杀我？因为你该死。小子，
没事吧？头一次用这招，有点猛了。前辈，刚教的第3招剑法，剑诀我已背熟。啊，算起来这些天已经完成了5场月景杀，你很适合学剑啊。前辈过奖。如果我不是有秋山和气成衣钵，说不定真的会选你。晚辈是国教的接班人，没办法另拜名师。你也就是运气好，不然早就死了。别得意。是，前辈吃晚饭吧，早点歇歇。明天我们就能到达浔阳城了。秋山，你后面来了一个很不错的家伙，你得跑快些，不然真就要被他追上了。初见，徐生，初见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哟，终于醒了，你已经整整睡了1天1夜。前辈，我们不走了。这样下去我们太吃亏，一路遇着的都是敌人，根本找不到一个帮手。所以，有很多人会来天良郡。骊山剑宗的人现在也已经收到了消息。我们为什么还要隐藏起来？我只信任自己。骊山小师叔，人间至强者，许多人的偶像。既然是偶像，当然也会有许多人帮忙。这些话可都是您说的。世界是由黑夜和白天组成的。前面这些天，我们一直在黑夜里行走，所以看到的都是夜色，遇到的都是黑暗。但如果我们走进阳光下，或者我们能看到阳光，前辈为什么不愿意尝试一下？哎呀，哪里来的酸腐腔调啊！我可不愿意拿命去证明你的看法是错的。但我很想证明我会赢。你要干嘛？你小子可不要乱来啊！什么叫乱来？我知道你这小子想做什么，你不要忘了，这是我的命，我命由己不由天，更不能由你。可是，前辈你能活到现在，不正是因为我的努力吗？可恶，你这小疯子，你！骊山小师叔，苏黎在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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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陈长生，骊山小师叔苏黎就在我身后的房间里。无论是想杀他，还是想救他，要来的人都赶紧来！你看，你只喊了一声“苏黎在此”，
就那么大动静，明白了吗？现在怕了？只不过是赌一把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你赌输了。是谁？在下国教浔阳城主教华介夫。陈院长，我们刚刚获知您还活着，真是件欣喜的事情。您是否计划择日离开浔阳城？浔阳城教殿将全力护送。我能带着苏先生一起回京都吗？离宫没有说过。那你可以当作不知道我在浔阳城。您大概还不知道，周员外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您真的需要尽快回京解决。什么事情？梁笑笑死了，死前说是被您杀的。梁笑笑是魔族的奸细，他说我杀了他。他死在骊山剑宗法剑最后一式之下，周园里只有齐剑和宁会这种剑法。齐剑怎么了？据我所知，齐剑现在已经回到离宫，正在疗伤。疗伤？齐剑受伤了？你怎么没告诉我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前辈可知道，骊山也有一个姓梁的弟子？什么意思？在周园里的时候，必须确认齐剑死，来到这边的所有人都必须死。梁笑笑，他会死？梁笑笑已经死了啊！临死前，他说陈院长和哲秀是魔族的奸细，而哲秀又怎么了？哲秀没有争辩，现在已经下了周狱了。这是千里鸟，带齐剑走。我欠你一条命。我知道了。这姓梁的小子，诬陷你这一手确实阴狠。如果我还有力气回骊山，便能解决。可你若是回京都的话，国教不出面，我没办法解决这些麻烦。您说的对，我似乎是赌输了。也不尽然是坏事。你喊破了我的行踪，全大陆的人都在看着浔阳城。你们的教宗尹老头，终究是要些颜面的，总不能让国教的徒子徒孙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杀我。至少我们现在赶回去，会少一些阻碍了。梁王府动碾了，多少年都没动过。先解决眼前的麻烦，逍遥榜第3，开门见山梁王孙。梁王孙。那人也是冲着前辈来的。因为他们都姓梁。梁笑笑、梁红妆、梁王孙，您与梁王府的人有什么化不开的仇怨啊？做过皇帝的人，谁甘心一直做王爷？梁王府的历代主人最想做的事情，就是回到京都，重新坐上皇位。10余年前，京都那场内乱，让他们看到了可能。可是，当时想要起事的不是长生宗吗？要谋天下，其虑必深。梁王府数百年前便开始渗透入长生宗，10余年前长生宗挑动南北相争，
正是他们的好手段。我还是不理解，您和长生宗有什么恩怨呢？我杀的那些长老里，有个姓梁的，应该便是梁笑笑的祖辈。至于梁王孙和梁鸿庄为何会如此恨我，或者是因为我当年在长生宗杀人之后，顺道来了趟浔阳城，把梁王府里的那些老家伙也全都杀了。前辈，真的需要杀这么多人吗？当年长生宗和梁王府意欲以南征北，朝堂与国教依然分裂对峙，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他们要我去京都杀天海，就算我杀不死天海，相信天海也会身受重伤。您去了吗？他们抓了我的妻子，然后以此要挟我。没有人喜欢杀人，我也不喜欢。但有时候，想要自由地活着，想要保护自己心爱的人，你必须让整个世界都承认你的强大。你就是陈长生？不错。不要多管闲事。前辈是为了人类才去的雪原，被魔族围攻受的重伤，不然你们根本没有可能伤害他。至少不应该是这一次。以血还血，以死亡还赠死亡，最是公平不过。他不应该死在人类的手里，这无异于和魔族合谋。只要能杀了他，不要说与魔族合谋，就算是与魔鬼交易又如何？我不在意，这个世界也不会在意，因为这是唯一可以杀死他的机会，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想他死。怎么，国教要插手？无关人的死活，我不会管，但陈院长的安危，我们是必定要管的。不明白这位年轻的陈院长为何要管苏黎这件事情，但我不在乎。王府的大撵既然动了，这件事总要有个结局。如果他不肯走，我也只好把他一起杀了。那样的话，梁王府会绝后的。绝后？那件事情之后，我梁王府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？今日我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来杀苏黎，也就不怕骊山杀我全家。王爷何至于如此决绝？谁让苏黎在此这4个字喊得这么绝？陈长生，你如何能够对抗整个人类世界呢？前辈，你这一喊，自然是把我和你都逼进了死地喽。但何尝不是把那些想杀我的人也逼进了绝境？比如梁王孙，本来想暗中杀我，现在必须明着来了。买定离手，我们想认输也来不及了。我教了你行军布阵，教了你会剑如意，你学得很好，甚至超过了我对你最高的期望。不过你居然能喊出那4个字，现在我真的很好奇，你到底能护我到何时？不好，该做饭了。殿下，这是要干嘛？去把哲秀找回来。就算我家先生不回来，那还有我。他们真当我国教学院没人了？哟，唐36啊！下次上榜准备改什么名字啊？38、13？
哲秀，你别生气了，我喝药就是了。我不吃，如果我昏过去了，谁来给你指路呢？你觉得我是男子好还是女子好？醒醒，狼崽子！要尽快成熟起来，你要明白这一切的安排。快到时候了。虚生，很好，那你带着我走，不准丢下我。就算把你扔在这里，我一个人也没办法突破兽潮离开周原。我不要违背本性，也不愿意独活。我们应该在一起。我不会死的，我有太多必须活下去的理由。现在又多了一个。说好的，不准丢下我。盛宴已经开始，如何能够提前离席？为杀人方能救人，为不讲道理才能讲通道理。